大家好，我是 Roger 老师这边来跟大家解说一下 Scrum 的框架。基本上 Scrum 框架是一个轻薄短小的一个架构，它可以让你很轻易把你的专案流程把它放进去，然后再加上你喜欢的工具，比如说任务版或者是像使用者故事所以它非常受欢迎，大概市占率超过70%以上。好，那我们如果要呈现 Scrum 框架，我们都用33355来去做解说。好，那这33355我们会用这个手势来去代表。这手势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叫《星际迷航记》一个外星人，他那个耳朵尖尖的然后他这边刚好对应了33355所以我们比这个手势就代表说我们是一个 Scrum 的实践者。好，那接下来老师来跟您解说这 Scrum 的精神。那其实 Scrum 的原理来自于说，这个原理叫 empiricism 经验主义，因为他不相信说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面你现在去规划一个长期计划这样的事情，因为就实际的环境的话，它是处于一个多变复杂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很多的一个做法都是要透过实验。好，那你要实验的话你就先做出一个产品然后丢到市场上去试温试温回来之后再回来去调整你的计划跟你的产品这叫做经验主义。然后把这经验主义把它展开来，其实它就是所谓的这个3个支柱，下面这3根柱子，就是把事情把它透明化，然后第二个，然后去检查它，然后再去调整你的计划跟你的产品。好，那要比较好记，你就用 TIA 那 TIA 英文这个常见的俚语叫做 Thanks in advance 感谢你先那他把什么东西把它透明化呢？他把你专案的进度，然后产品过程中所有看的东西都把它透明化，包含了我们的 product backlog 里面的功能特性这产品要开发的功能。然后专案团队他所开发的这个工作事项Sprint Backlog， 然后你各阶段的产品叫做增量然后你专案的进度计划，还有你的长短目标，短目标叫 Sprint Goal 那长目标叫做 Product Goal 团队的协议跟专案的流程还有其他好，那为什么要把这东西把它透明化？是因为它在过程中可以让利害关系人来检查，这利害关系人对内可以是我们的专案团队然后对外可以是客户然后甚至还有对你专有兴趣的人，比如说工人主管、高级主管，他们都可以来去检查但是检查的一个重要管制点就是一个增量增量是指说真正客户可使用的产品，实际让客户来去用用看。那用完之后的话，客户他会发现新的需求，用完之后会调整他的想法他会这个增三修他的一个需求然后检查完之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再来调整我们未来专案的计划跟专案的产品那这样不是很务实吗？然后于是就掉到一个良性的一个TIA 循环里面。好，那在 Scrum 真正有价值的话其实并不是它的流程而已，还有它的Scrum 的价值观。那这价值观的话，其实是要去让这个团队形成一个正确的观念那这个三角形是 NLP 的大师 Robert Dills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叫逻辑层次。他说一个人的行为其实受到他的价值观所影响所以这个价值观就是我们的正确的思维，就是个 Scrum 的价值观然后去引导出团队的一个行为模式。那因为整个团队被授权为自组织团队，所以这边的话，它就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认知，也是要共同的价值观。好，那这价值观的话我们把它展开来叫 CC4 CC4 怎么记？可以想象说我们写个 email 给对象那 to 然后会副本给某个人，这副本就叫 CC
好，那你 CC 之后的话，这个其他somebody 会收到嘛？所以 for somebody， 所以 CC for 就把它记下来。那下面这5个价值观的话，这关键字你要记住老师讲的定义，好，不要用自己的定义，然后再把这个定义的话用个故事把它串起来，你就不会忘记。好，那首先呢，在整个 Scrum 团队里面的话，有 PO、SM 跟团队，他们会对彼此做互相承诺。好，那这样承诺的话，会使整个团队更加凝聚，更加有向心力。然后在这个团队里面的话，他是鼓励大家勇于挑战现状，这是勇气。好 ，OK， 好，那针对对的事情，他们要勇敢面对啊。然后针对一些旧的思维，我们要去挑战。好，那接下来的话，当在这个团队里面的话，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他们就会凝聚变成一个共识。那共识是一个抽象概念，所以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它就叫做 Sprint Goal 或者是 Product Goal 啊。那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全力以赴、专注去朝向它。所以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的话，都跟这个目标有关系，这叫专注啊。好，那我们整个产品开发环境啊，它是属于一个开放环境。开放环境代表说，它今天不是一言堂，好，而是大家共同讨论的。那除此之外，它还必须要 map 到上面那 TIA 那个 T 透明化，把很多东西把它透明，比如说问题透明化、需求透明化，然后要讨论议题透明化，点点点。好，那最后在这群人，他鼓励自组织，那彼此总是会互相摩擦嘛。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意见，可以有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彼此互相尊重。所以在这个5个价值观，它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敏捷的文化。那文化是属于说开放的，然后沟通的，然后有连结的，然后有共创的这样环境。好，接下来是3个当责那3个当责的话，其实是由 PO、SM 跟开发人员所构成的那这个团队的话，通常不大于10个人因为你现在如果大于10个人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沟通就会变得很复杂然后在这个团队，其实它是自组织的自管理然后还有它是跨职能那什么叫自管理就是我们充分授权让他们发挥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会有一个明确分工产品成败之者是在 PO然后教练他就是要能够让团队发挥这个最大的绩效那团队他今天开发人员他就是专注在于说他们本身的专业工作跟协同合作那所谓跨职能的话，就是我现在一个人的话可以同时会做很多事情，这样他们可以彼此互相代理之外，他们还可以分散他们的一个负荷 loading。所以在这当责的话 ，PO 他要对产品有决策权。假设没有决策权的话，其实都是假的 PO 所以它有2个面向，一个是我们熟知的产品经理那另外一个就是客户代表。真的客户那假设是客户代表的话，他还要真的跟团队一起每天来去工作，来去验证他的产品，然后开发他这个产品。那第2个部分的话是开发人员，那开发人员他们就是一群专业人士然后而且要为品质把关那这品质的把关清单我们就叫做 definition of done， 简写叫 DOD。然后第3个就是在敏捷的核心人物，我们就叫做 Scrum Master。那 Scrum Master 的话，他其实他是谦卑的仆人式领导他还是这个领导者，只不过他授权下去然后他去协助团队他所碰到的障碍然后他今天为团队的效能负责。假设一个团队的生产力是10个单位有了这个 Scrum Master 之后，它生产力会变成是20或25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功效。因为在 Scrum 里面讲究是专注，所以我们期望说 PO 就只专注在一个产品Scrum 它就是专注在这个团队的教练也是一个团队。好，接下来3个弓箭
这个工件的话，其实是一个 metaphor 比喻的意思那其实它指的是我们专案里面的话最重要的产出包含说我们的一个产品代办清单，然后跟 Sprint Backlog 那还有我们过程中的不一样的一个版本的产品那先给大家看一下产品代办清单长这个样子，那就是一个这个看板，那里面贴满很多的便利贴。那其实每张便利贴的话，就是一个需求功能我们就叫做 PBI 那我们通常会用使用者故事来去撰写好，所以在整个产品开发过程，其实它是有想到性的，我们把它放上去；有想到，我们把它放上去好，接下来的话第二个 Sprint Backlog 长这样那左边这个就是 PO 在一个周期里面给团队开发的这个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有3张卡片，那这3张卡片的话会把它展开来变成是团队的工作事项，我们就叫做 SBI Sprint Backlog Item 那就是这 task 好，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叫做 Sprint Goal。Sprint Goal 就是经过这个 Sprint 之后的话，我们到底会产出什么样客户的价值，让客户来去使用。好，那最后是这个增量，这增量很有意思其实在Scrum 里面，它期望产出在一个周期里面产出客户可用的产品。可是这客户可用的产品它在一个很短周期，你这很短周期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产品给客户来用？当然是很阳春但是他透过这样给客户实际来用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回馈，来去修正他的计划跟产品。所以各位可以想象说 ，Line 的第一个版本，它可能只能传送文字 ，OK， 这样就够了。然后客户用完之后，他发现说，哎，这样很棒，可是我还少了传送图片功能。所以第二个版本他说我现在要能够传送图片，所以第2版就是能够文字跟图片。然后到第3版是文字、图片跟记事本这样慢慢叠加上去了，所以它就这样拼图的概念就叫做增量那增量如果在实体各位比较好想象的部分的话，各位就用所谓的这个Lego 的积木、乐高积木来想象那每一块积木其实它都是可以用的那我交付越多那在这个业主他今天可以用的积木就越来越多那什么叫做这个增量？它必须要满足这个产品上市的品质要求。那这品质要求我们就叫做 DOD Definition of Done。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增量产品代办清单，那其实它是由 PO 所负责那它里面是有经过排序的把最高价值排到最低。然后接下来的话，它在月上面代表说月马上要执行东西，所以它必须要很详细的又小块，然后规格又详细，所以它是属于上细下粗比如说 PO 可能想到一个想法是很粗糙的，那可能要做3个月，可是我们在一个周期里面的话，大概是平均都2个礼拜3个月是摆不进2个礼拜的，所以它把它细化更小的单位才可以让团队做出来，所以叫上细下粗。接下来 Sprint Backlog 是由团队所负责，我们叫 developers 那 developers 里面的话它这个Sprint Backlog 会有3个东西，一个就是Sprint Goal， 那第2个就是 PO 给他要开发的 PBI， 然后第3个就是 SBI， 它展开的工作事项。而增量就是它要符合 DOD， 可以提供价值给客户。好，接下来的话，每个工件其实它都有它的一个目标所以假设是 Product Backlog它就要达到所谓的Product Goal那 Product Goal 因为它很专注，所以每次我们设定一个，所以比较长的周期可能长达到1年然后它过程的话，你的 Product Backlog 是不断的涌现。因为我们一直给客户看产品嘛，会想到新的想法，所以我们会不断贴到我们的Product Backlog。那在 Sprint Goal 的话，是1个礼拜一个周期里面，我们要产出客户可用的增量
啊，那你这个目标就是一个客户可用的价值，好，然后在一个 sprint 里面的话，其实它不会变来变去，好，那比如说我们在2个礼拜我们要盖一间会议室，那目标就是盖一间会议室，好，所以在这个目标是不会变。那从这盖一间会议室，要把它展开成说，我盖这间会议室里面要什么样的 PBI， 比如说你要桌子，你要椅子，你要影音设备，你要隔音设备你要投影荧幕，类似这样的东西，那种东西就所谓的 PBI。好 ，OK， 所以你现在在这个 PBI 的细节会变，但是你要盖会议室这个目标是不会变，这叫 Sprint Goal。好，而你在这个Sprint 里面产出的东西就是增量，增量不限一个，但是它必须要符合 DOD， 就是品质要求标准。那这是由开发人员跟 PO 一起订定出来。好，那假设他们符合之后的话，就算没有 Sprint Review， 他们也可以直接把这个产品把它上线。所以这是属于一个内部的验收的标准。好，接下来讲到这5个事件，其实所谓的事件的话，它是一个很小的时间盒的事件，所以每个事件都有它的一个必要的最高上限。你会发现说它都不大于多少，不大于多少。好，那这时间盒可以造就几个优点。第一个，其实它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降低失败成本。你看它把一个周期的话就不大于1个月。也就是说，它只要把它专案切割成说最大单位就是1个月。那以前我们在 Waterfall 的年代，我们一个专案可能一做就做1年。可是各位想一下，假设你这2个专案都失败的话，你在1个月，你顶多失败这1个月的成本而已。可如果你是1年，你1年成本都失败了。所以它之所以要把它切割到很小，是这样。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它要让它要能够跟客户产生密集的互动。你到底是1个月互动1次，还是3个月互动1次？就在于说你怎么切割你的Sprint。OK， 然后第3个，它就可以克服人性的弱点就是学生症候群，因为人们总是到最后一刻才跟你做事情。那假如你现在给他没有很多时间，他一定要在这时间把它做出来的话，其实你就省掉很多这一种拖延的陋习。好，那在这个5个事件，我们比较好的方式我们要用这个5个事件的图来解说。首先在这中间的话，我们就叫做 Sprint。那 Sprint 通常是不大于1个月的周期。好，那你现在可以2个礼拜做出来，我们就不会定1个月，因为你失败成本就越低嘛。好，所以大部分的Scrum 专案都是在定2个礼拜，因为这是属于一个众数，所以我接下来都用2个礼拜来解说。那在2个礼拜之内，我们一定要产出一个客户可用的产品，我们就叫做增量。那增量就必须要满足 DOD。好，那在这里面它有另外4个事件，其实就所谓的会议。好，第一个就是 Sprint Planning， 他去规划未来这2个礼拜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它有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他要定出他的 Sprint Goal。为何而战 ？Why？ 那这是 PO 跟团队一起讨论出来的。好，那第二个，从这个 Sprint Goal 的话，PO 会去挑选出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叫做 What。那各位可以看到中间这个 PO。他在挑选他的 PBI。一张 PBI 可能就是1张卡片。那第3个就是 How 的部分，它是团队把这张 PBI 把它展开成工作事项，我们就叫做 SBI。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其实它展开的工作事项不会是全部把2个礼拜全部把它展开，因为在 Scrum 里面讲的是不过度规划嘛，所以基本上它展开它的 SBI 是它需要的时候才展开，我们叫 Just in Time。好，接下来是 Daily Scrum。那在 Daily Scrum 部分的话，虽然它的开发周期是2个礼拜，但是每天他们总是会抽空出来15分钟去开会，开日会。然后在这日会，因为是常常是站着开嘛，所以他们又叫做 Daily Stand-up Meeting。然后在这里面没有 PO 没有 SM， 就只有开发人员要开而已。那假设你 PO 跟 SM 他有兼开发人员，他也要进来开。然后在这个团队
他们扁平化对彼此报告。好，那报告哪些呢？第一个他们已经做了什么？只要同步一下因为也许他们有上下游关系，也许他们是一起把这东西做出来，所以他们在这里面把他们做的事情透明化。第二部分，他们去规划今天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工作量每天规划就小小的，但是他一定不会迷失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最终目标叫做 Sprint Goal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碰到什么障碍，因为他们是一个自组织的团队嘛，所以他们只要碰到障碍，他们就自行讨论该怎么解决。想要解决不了，他们就反映给 Scrum Master， 那 Scrum Master 会用教练方式的话去引导他们找出方法。好，接下来的话是展示会议，在2个礼拜结束之前，他们一定会产出一个客户可使用的产品，我们就叫做增量。然后在这样的会议，它是属于一个非正式的会议。那为什么叫非正式会议？因为它没有形式，而且在这里面我们不做简报的报告，我们只展示我们做了什么产品。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人员他今天手头上拿的产品，就是他们在这个周期里面做出实际可用的产品。那谁来展示？基本上都可以由开发人员来展示，也可以由 PO 实际展示，甚至我们把这个产品实际装在测试电脑，或装在客户手机，实际让他们用用看。那这个这些下面这观众是谁？他可以是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人，他们来旁听；可以是真正使用者可以是各部门的功能经理，让他们来去了解说我现在专案的真正进度是什么。所以产品的进度不是一个 PowerPoint， 也不是一个甘特图，而是实际我们可用的产品。接下来这客户的话，他们会回馈很多意见那这个意见的话，可能就是变成是我们在 Product Backlog 的新的 input。好，那在团队散去之后的话剩下的就是内部团队，我们这3个当者 PO、SM 跟开发人员他们内部讨论说我们哪些东西要去做改善。那这里改善焦点是在于说我的流程本身。那我们在 Sprint Review 改善的焦点是在于说我们的产品本身。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流程里面的话，我们什么东西做得很好，什么东西做得不好，还有我们要改善什么事项好，那做得很好我们要保留，做得不好我们要去做改善而改善事项的话，你也不用改善太多，每次只改善1个就好了。你想一下，1年的产品开发，假设你现在每个 sprint 是2个礼拜，那其实你在这个1年你就26个 sprint那每个 sprint 就好好解决一个问题，那26个我就解决26个问题这样不是很好吗？所以他就专注在于说效能最大最好解决的优先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就形成了一个 Scrum 框架接下来的话我们透过这样的 TIA， 后来我们可以找到真正客户所要的产品，后来我们就可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流程所以每个 Scrum 流程跑出来的话，其实都是不一样这才是 Scrum 的真精神以上报告。